你们在做戚风蛋糕的时候，有没有出现塌陷、收腰、爆头等等一系列问题？有没有被戚风呢？没关系，下面二姐就来教你们做出成功的戚风蛋糕胚。我们在制作戚风蛋糕之前，先开烤箱预热。那我们会用到上下火，然后是175度。好，开始预热。那建议大家预热的一个时间15分钟左右，原因是什么呢？如果你预热的时间不够，那它里面的一个温度达不到，那我们待会儿放进去的一个戚风蛋糕，它烘烤出来很有可能第一不熟，第二就是很湿润这样的一个情况。那因此呢，大家一定要注意这样的一个小细节哟。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会使用到的工具以及原材料。首先将玉米油还有牛奶倒入到无水无油的盆中，接着呢用打蛋器将它搅拌均匀。好，现在呢大家都可以看到表面的油花几乎是没有了。好，这个样子呢就来进行下一步。接下来分蛋，那我们分蛋的时候2个蛋一起敲。好，出现这样的一个裂痕，那我们就可以把它拨开。那蛋白放入到无水无油的盆中。那如果说大家不会用这样的一个鸡蛋壳分蛋，那你们也可以用一个分蛋器。那分蛋器的话，同样也是把这个蛋黄倒入到我们刚刚的液体里面。蛋黄加进去过后呢，用打蛋器将它搅拌均匀。搅拌均匀过后呢，我们就将低筋面粉给它过筛进去。那低筋面粉过筛是第一，防止它结块；第二，让这个粉更加的蓬松。接着呢，我们要画一个 Z 字去做一个搅拌。如果画圈圈，低筋面粉很容易起筋，那因此呢，为了防止起筋，我们去画一个 Z 字。搅拌到看不见面粉，并且呢，这一个面糊是细腻，具有这样的一个流动状就可以了。在打蛋白的时候呢，要给大家说一下，那我们会用到这样的一个韩国柚砂糖。那如果说你们没有这样的一个韩国柚砂糖，可以去买绵白糖，因为绵白糖也是可以拿来进行一个制作的。那如果说确实你们只有粗砂糖，就是你们在超市买的那种颗粒比较粗的，那建议大家去加入这样的一个白砂糖的时候，稍稍提前一点。好，不然的话，我们可能这个蛋白都已经打好了，而你们的一个糖还没有融化，那大家一定要去注意这样的一个细节。第二点呢，就是这一个柠檬汁儿，那特别是新手宝宝们哈，你们一定要选用去加柠檬汁儿。原因是什么？第一点，柠檬汁儿它可以减低我们整个蛋糕的一个甜度。第二点呢，就是这个柠檬汁儿它可以去蛋白的一个腥味儿。第三点呢，就是柠檬是属于酸性的，蛋白属于碱性的，酸碱综合可以提升这样的一个蛋白的稳定性。打蛋白之前，我们先将柠檬汁加入，然后呢，开动打蛋器，先用一个低速将它导制成一个粗泡。那现在呢就已经打制成粗泡了，那就是一个粗糙的大大小小不均匀的气泡。那这个时候就可以来加入白砂糖。那白砂糖同样是分3次加入，这是第1次加入。那我们每次加入的话，差不多把白砂糖平均分成3份就可以了，没必要去非要称量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动打蛋器去开一个中速或者是高速。如果你们的打蛋器功率比较小，那就开高速；打蛋器功率大，就开一个中速。现在呢，打到蛋白比较细腻，并且呢，它是出现有这样的一个光泽性呢。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再去加第2次白砂糖。那大家在加白砂糖的时候，一定要去注意观看我的一个状态，因为白砂糖加的一个快和慢还是比较重要的。好，这个时候的话，我们继续用刚刚的一个档位进行打发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又打了一会儿，大家会发现边上的话我们的这个蛋白它会有很明显的一个纹路了。那在这个时候就可以把剩余的白砂糖给它加进去，同样用刚刚的一个档位先打发。我们打了一会儿，然后停下来去转动一下，提起来不能太快，也不要太慢哈。
那提起来的一个状态呢，你看它是属于一个7分发。那7分发我们还有一个词语叫做鸡尾状。那这样的一个鸡尾状的话大家都可以看到，你看它是垂落下来，差不多在你这一个蛋白头的一个中间，或者是偏下一点点，它是一个7分。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停下来，然后去调一个低速。好，用1档去搅一搅，让这个蛋白更加的细腻。来看一下它的一个状态，你看它会不会有一点点像您的嘴巴，叫鹰嘴状？那这个时候是一个8分发。那如果我们在制作戚风蛋糕这种蛋糕胚的时候，就可以利用一个8分到9分。那我们不仅可以去看这样的一个蛋头，还可以看盆底的，你看这样的一个角度。它比刚刚的一个7分，你看这一个蛋白的一个小尖尖更往上走了一些，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制作我们的一个戚风蛋糕。那我们再继续打一打，给大家去展示一下9分发。那8到9分发它都是可以拿来做戚风蛋糕的。好，我们又打了一会儿停下来，你会发现它有阻力，然后提起来。好，看我们的这个蛋白。它会和我们的8分发会有区别，你看它是偏向一边，它那一个小勾勾基本上是看不怎么出来了。好，这样的话就是一个9分发，这个时候也可以拿来制作我们的戚风蛋糕。那同样我们还可以看盆底，你看它也是一样的，它是会偏向一边，是一个小尖尖，少了这样的一个像8分发这样的一个鹰嘴钩，这个时候你们就可以来用它了。那我们现在就拿出这样的一个蛋黄糊进行混合。那如果说你的蛋白放了一会儿了，或者是就是不是特别的细腻，那你刚好可以用我们的这个蛋头去搅一搅，不要担心消泡，搅到这样比较顺滑的一个状态，然后再来进行一个混合。因为这样混合起来的话它才没有那么多蛋白块。那我们就开始去做翻拌的手法。怎么是翻拌的手法呢？我们把它看成一个时钟。那以我这边为例你看我的前面是一个12点、6点、9点，把它画成一个时钟。那我们的刮刀呢，圆角朝下，好，从12点出发到6点，然后再抄起这一个底部到9点，然后去转这个盆儿，同样是用我们翻拌的手法将它混合均匀。那如果大家没有办法理解，可以把手机翻过来，翻个180度看，是一样的。拌好后看不见这样的一个蛋白，并且它是非常细腻的。那这个时候继续拿出蛋白，在使用蛋白的时候呢，大家一定要注意，都要去搅一搅，不然的话，你直接把它倒进去，它会有这样的一个蛋白块。那我们在混合的时候就没有办法把这个蛋白块给它搅散，用之前搅顺滑。接着呢，我们可以拿取新的一个刮刀，或者是我们也可以把面糊倒进去。拿新的刮刀呢，只是说，我们的这一个刚刚的面糊，它如果再去舀我们的蛋白，就会让这个蛋白消泡。因此，建议大家，我们拿新的，把这个蛋黄糊倒入到蛋白盆里。粘进去过后呢，我们同样是做一个翻拌的手法，将它们混合均匀。现在的话，面糊就已经拌好了，大家都会发现它是比较蓬松的一个状态，并且呢，它的一个光泽性也是非常好的。那如果说在拌的时候，大家会遇到这样的一个蛋白块，那教你们一个小技巧呢，那就是去做切的一个手法，不要去搅切。直接去切，比如说这个是一个蛋白块，你就切它，你看，切，那很快蛋白就切散了。那我们继续做2次翻拌，基本上就可以了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的面糊就已经准备好了。拿出我们的一个活底模具，然后我们可以去称量一下6寸的一个重量。好，那我就这个模具的话，称量的重量大概可以用一个250克到270克的一个面糊，这样做出来它就没有那么容易爆头。如果说面糊加太多，它也会造成爆头的这样一个问题。那我们在倒面糊的时候稍稍提高一点点，到一个7分多接近8分满的这样一个状态，将它稍稍晃动平整一点点。好，
接着去摔模，震出里面的一个氮气泡。如果你里面还有一些气泡没有蒸出来，就不要继续再摔了，不然很容易消泡。那我们可以用一个牙签，或者是用我们的这个刮刀，它不是有一个尖儿吗？然后可以去轻轻的拨它，拨到这个没有气泡为止，那就可以了。面糊呢，我们现在就可以把它放进烤箱了，放一个中下层，就是最后这样一格，然后我们利用烤网，不要去用这个烤盘，因为烤盘的一个导热性会太强了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温度不变，上下火175度，时间要变化一下，35分钟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呢就等待它进行一个烘烤。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可以将它取出来。取出来的时候，我们要快速的摔2下，然后赶紧的倒扣。那现在的话，我们就要将它放置一下，放到它彻底凉透为止，大概的一个时间，建议你们2个小时以上再来脱模它。那在蛋糕放凉的时候呢，来给你们说2个问题：为什么要去摔模？为什么要去倒扣？因为这2个问题很多人都容易忽视，觉得它是一个很小的事情，那我烤出来就可以拿来吃了是不行的。原因第一我们摔模是让底部的一个热气先给它震出来。如果你不震出来，那很有可能你在倒扣的时候，它底部容易空底儿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为什么要倒扣？倒扣是因为我们的这个面糊它还是有重量的，当我们反过来去扣在我们的晾架上呢，是为了让它更好的定型。定型的话需要长时间的一个放凉，当它放凉的时候呢，我们里面的一个结构才能够稳定，这样等会儿我们脱模出来，它才不会收腰或者塌陷，甚至是直接本来老高的一个状态，突然一下缩得很矮了，成一个布丁层。那因此呢，大家要去注意这2个细节了啊。那我们这个6寸戚风呢，已经倒扣了2个小时以上了。如果你们有更多的时间，可以再倒扣1晚上，第2天早上来脱模也是可以的。怎么去脱模？其实呢，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，因为在前面的一个部分你们全部都做的 OK 成功，但是呢，这个脱模没有脱好，那就相当于功亏一篑了啊。脱模的很简单方法，用手把边上的轻轻给它剥离，边剥离边去转圈圈。剥离完了过后呢，我们可以拿起来，看到没有？往上，然后底部轻轻的给它一顶，看它就离模了。好，这个就是为什么要用到我们的这个活底模具。然后呢，反过来，外面的这一圈都基本上看出来了。那底部的话也是给它轻轻的去按，边按边去转基本上边上全部离模了，那我们就可以慢慢的把它拿起来。OK， 好，那这样的一个6寸戚风就成功的烤出来了。那烤出来，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它为什么叫戚风蛋糕，回弹为什么那么好，为什么我们要用高温去烘烤，为什么我们蛋白要达到一个8到9分发。按压下去，看，很快就回弹了，对不对？这样的一个戚风呢，才是成功的戚风蛋糕。